在感情当中，我们射手表面有时候看上去会显得比较傲娇，但是内心真的很柔软哦。很多时候发生争执，只要你肯低头说两句软话的话，其实射手马上就会放下所有的防备哦，又像从前那样对你那么的温暖，尽自己所能的满足对方的所有要求。那么在我们今天抽到这个牌面啊，出现第一张牌是一个权杖的骑士，这是暗示两个人之间可能发生了一些口舌之争，有一些争吵。那有时候就是双方争执不下，或者说对方不愿意来跟射手进行深度沟通的时候，我们射手就有一点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就是不想分开，但是呢，射手就会闹得很别扭，然后要闹分手。那表面上看上来啊，就是射手还是蛮冷漠的，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但其实内心深处啊，真的很在意对方，分分钟就想把他要拉回来啊。所以其实在这段感情里面，我们的射手有一点自欺欺人，有的时候真的是明明自己说的分手啊，内心又特别舍不得，又很后悔，默默的就是关注对方，希望他来能够挽回。那我们来看一下射手这边的一个情况啊。首先他这边出现的第一张牌是一张女祭司哦，这是一个对方的态度，就是我觉得过去可能射手并没有把对方放在眼里，或者也没有看上他，觉得两个人不是很合适。那刚开始的时候呢，射手并没有很心动啊，甚至也不愿意付出太多。但是感情就是这么多变呐，可能一开始你会觉得玩玩而已，相处过程当中就越来越上头。可能也是因为对方的这种关爱呀、体贴，打动了我们的射手，让射手开始走心。那么接下来这个圣杯四逆位哦，这个牌出现也是代表着我们射手在感情里面现在是有点累的，就是一入感情深似海啊，所以在感情当中呢，这个可能会有一些多角关系的纠缠，射手会明显发现对方有一些异性，比如说外界有一些诱惑来干扰他，那射手也会为了自己的权益和对方发生争执啊，但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得不到解决，射手也会就极其的没有安全感。那其实这样的逆位啊，也是代表对方他承诺没有实现哦，射手就会变得非常的理智，甚至有点就在逼迫对方的感觉。那在我看来呢，射手对于对方的这种逼迫啊，其实更多的是在逼自己吧，逼自己要一个答案，有个交代。那如果没有的话，射手可能就是想要彻彻底底的放下来这段感情哦，因为既然没有未来的话，也没必要在这边继续挣扎。而现在呢，我们射手会觉得控制不了对方，好像不像从前那样能够深深切切的感受到这个人是爱自己的，甚至你们会觉得他分分钟就会离开自己，就失去了对这段关系的掌控权和主导权哦，所以有点失衡了这段关系。那也是意味着啊，我们的射手这颗心是给对方伤了很多次啊，你也不想再受折磨了，不想再给对方什么机会了。所以这张牌也是代表爱过和伤心之后，我们射手可能还是要站起来，变得更加的冷漠一点。那对方这边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他这边出现的是一个圣杯二哦，那一对恋人在这个途中是举着杯子啊，把手伸向彼此，这个代表了一种爱的链接，也是代表对方他是带着一颗真心和赤诚，一心一意的来对待我们射手的。那其实一开始对方还是很喜欢射手的，他内心深处很期待跟射手的未来，因为这个圣杯二在这边哦，它其实代表了内心深处的一个期待，比如说想要携手共度人生、同居等等啊。但是有的时候对方他可能想很多，实际他没有办法去做到，或者他也没有办法去实现。那么这张牌啊，更多的就是代表他会被一些外在的因素所纠缠，并非是他自己本意哦。那么他这边出现的第二张牌啊，是一个权杖国王。对方他其实骨子里面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就像国王一样是高高在上的啊，需要我们的射手去臣服，或者说希望我们的射手能够把他放在手心，就是那种要捧着的感觉。而且呢，国王这张牌也是代表他有很强的领导能力，甚至在事业啊或者其他方面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啊，所以呢，我们的射手还是很崇拜和欣赏他的。但是对方他社交面比较广啊，人缘也比较好，也是无形当中给了射手一些压力，就让射手觉得很有危机感，很担心这个人会被别人抢走。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更多的一些内心活动啊，在我们射手这边出现的是一张圣杯3的逆位，这个牌更多的可以看到啊，就是射手其实是处于一个多角的关系里。那射手自己也一直是在挣扎啊，因为这个牌本身呢，就是有一些来自家庭方面的阻碍，而且呢，也会为了这种阻碍去想要获得自由，一直在努力的奋斗啊。包括我们这边出现的隐士的逆位，也可以看出我们的射手真的是很伤心啊，因为受到了太多的伤害，所以在这份感情里面很难去低头，可能就是没有一些回头的理由了。那射手在这份感情里面还是比较逞强的，可能这个隐士会有一种孤独感啊，会觉得没有人能够走进我们射手的内心，但这个时候呢，可能射手会就是什么人也不想再去接触了，也不想跟其他人去沟通，就把自己的负面情绪都堵在自己心里啊，学会了沉默，不再倾诉。那么，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我们射手从前是一个温暖的小太阳啊，但是现在就变得这么就是沉默，甚至是阴郁啊，或者话不是很多，只能是想象得到啊，我们的射手在这段感情里面到底有多少的消耗。其实我觉得射手已经有点看开了，那之前的个性呢，可能有一点不撞南墙不回头，甚至撞了南墙也不愿意回头。但是在这里，射手真的是已经恢复了理智啊。那么接下来是一个星币王牌，可以看到，那我们的射手是度过了冷静期，可能平静下来呢，会思考一些现实的问题，因为这份感情除了家庭因素，还会有非常严重的，比如说，物质或者金钱方面的压力和影响。逆位的土元素又是王牌，也可以看到啊，我们的射手真的是为这段感情付出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哦，为对方也是承担了很多的责任。其实会有一种得不偿失的感觉，就是自己都会被掏空了啊。可能我们的射手在这份感情里面会有一点负债的感觉，或者说有一种拖累感哦。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射手自己也会觉得没有意义哦，就是觉得自己很憋屈，一腔热血付出，对方都没有放在心上。那这张牌也是意味着我们射手努力了一番之后啊，这个心情还是非常的飘忽不定，感情也是把握不住，所以让射手会觉得很泄气啊。好，我们来看对方这边的情况。首先是一个逆位的权杖侍从啊，这张牌能看到他是一个比较忙碌的状态，很多时候都忙到没有时间来跟我们的射手相处，没有时间进行这种亲密关系的互动。虽然他内心深处还是忠于射手的，但是两个人的这个心的距离啊，也是越来越远。你会发现哦，他在跟我们射手相处的时候，慢慢的就犹豫和退缩了。这个新鲜感褪去之后啊，对方也会逐渐的懈怠啊。那其实我们的射手也能明显的感觉到对方不像从前那么有热情，会有这种疏离的感觉。但是你们也是给过对方机会哦，想要努力的去挽回。那对方呢，好像都是无动于衷。其实这个时候，射手内心是很不舒服的。所以这个逆位牌也是表现出来射手在这份感情里面是很难低头的一个状态。那么下面的一个是教皇的逆位啊，这个教皇就能看到对方他有点双标，他是一个掌控欲很强的人，可是他对我们的射手又是忽冷忽热的，他还是不愿意放过射手